大家好，我是梅梅。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换气的问题。因为在我上课的时候呢，经常会有学生问我说，梅梅老师呀，我不晓得在一首歌里面哪里应该换气，哪里不需要换气。那其实呢，这个是没有一个一定之规的，它要根据每一首歌的意思和段落。那通常呢，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基本上就是一开始要换气，然后之后到一个句段结束，然后到下一句再换气，这是一个很普通最基本的常识。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那比如说至少还有你这首歌吧，我们拿出来看一下。比如说至少还有你这首歌，它前面会呼吸的时候换气，我怕来不及，这个地方是正常的，然后再吸气，我要抱着你，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再换气，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换气，有了岁月的痕迹，这些都是正常的。那我说这首歌在哪个地方它不是正常的那种换气呢？比如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从这里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吸气，形影不离。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换气，换气他们在唱如果全世界。那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当你换气之后呢，整个的情绪推不上去，就好像松懈掉一样。假如说你不要这样做，你把离唱完以后，就是把如果唱完之后再换气，那就是这样子的，形影不离，如果全。那可能我们在听这个林忆莲在她的这个录音里面的时候，感觉到不离后面有一个空白点，就是说好像感觉她在换气，然后再唱如果。其实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她那个地方是没有换气的，她只是有一种声断情不断的那种感受，就他的声音会在那个地方会停顿一下下，但是他的那个气息，他的整个的气流还是在那里，然后再接着唱下面如果，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完全松懈掉，然后再去换那个字。那通常呢，有很多同学也好，或者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翻唱的歌手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注意这一句，因为这首歌呢，当年在我们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但是我看到很多歌手在唱的时候呢，都是在形影不离的离的后面换气，也就是在如果之前换气。可是呢，我觉得唱起来呢，整个的歌的情绪就会松懈掉，可能他也不晓得说，唱来唱去总是觉得没有林忆莲唱的好听，原因在哪？当然除了音色那种感觉之外，我觉得最重要就这首歌的这个灵魂的这个，就是如果这一句接的这个部分，应该把如果唱完之后再换气会更好一些。当然我只是简单的就是举了这么几个换气的地方，因为我们每一首歌作品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要看作品。那我们在有些歌呢是会经常让我们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去呼吸换气。那你唱歌它不只是说你一首诗去朗诵，如果你朗诵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句段，但是呢这个歌曲还因为有了这个旋律嘛，所以呢你需要在这个旋律里面去做一个到底哪里去换气的一个切割。那当然有时候有些句段是要求很长的，那如果你的呼吸不够的话，你也可以想办法在一个合理的地方去偷气换气。当然偷气的这个部分呢就一定要很小心，因为如果你换气太明显听出来的话呢，就觉得不好听，然后有断层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细节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哪里换气一定要根据作品。那很多人也问我，你们是不是做专业歌手的天生对换气有一种很敏感的一种感受？那可以说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不代表每一次一首歌拿到我们手里，我每次的这个呼吸点都抓得很准。我也是需要做一点点功课，就是说研究一下这个歌词情感旋律然后我自己可以做到的呼吸的长度是多少在哪里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点呢？然后再根据这些呢，然后我再去画出来。那刚开始呢，可能就画出来的这个呼吸点呢，你唱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感觉到死板，就是说不是那么的自然。可是呢，唱一唱，你把它稳定下来、固定下来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很自然的呼吸的一个句段。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帮我点赞，然后订阅分享给您的朋友好吗？谢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